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正躺在舒服的床上，垫着2颗又厚又软的枕头，准备进入梦乡。这本该是辛勤工作1天后最治愈的时刻。但根据预防医学研究机构在2026年初发布的一项震撼报告指出，现代人视力失明的头号隐形诱因，竟然不是电子产品的蓝光，也不是遗传基因，而是你脖子底下那一块被视为安稳相纸的高枕头。你可能会想，挑枕头不就是睡得舒服就好吗？其实不然，科学资料告诉我们，这个看似无害的日常情趣，其实跟我们的心血管、颈椎，甚至是视力健康，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关联。准备好颠覆你的睡眠常识了吗？请务必将影片看到最后。那我们马上开始。从小到大常听到一句成语叫高枕无忧，对吧？意思是把枕头垫得高高的，就能安心睡个好觉。但是高枕真的就等于无忧吗？老实说，把这句话放到现代医学的放大镜底下一看，绝对要打上一个超级大的问号。你想想，我们人生有1/3的时间都在睡觉，如果你的高枕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对身体施加压力，那真的不是无忧，而是一个定时炸弹。说到这儿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超震撼的医学发现。国际权威的英国眼科学杂志最近有一项研究，直接打脸了我们很多传统常识。他们指出，睡眠姿势对眼部健康的影响远比过去认知的更为深远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你睡觉时候脖子弯曲的角度，不只关系到明天早上起床会不会落枕而已，它更像是一个总开关，直接控制着你整个头部和眼球的血液循环。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吓人？那在我们真正揭开真相之前，先快速看一下今天的解析蓝图。首先我们会破解致命的高枕迷思，接着带你看景动脉与心脏的潜在危机，再来揪出隐形的眼睛杀手，然后会给你一些超实用的日常眼压小撇步。最后呢，我会教你怎么找出专属于你的黄金枕头高度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，致命的高枕迷思。来看看把枕头叠高高这个习惯背后到底藏了什么可怕的健康警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，就是你自己或是长辈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定要叠2-3颗枕头才觉得呼吸比较顺畅，不然就会觉得喘不过气。这可不是因为枕头太软太塌，这其实很有可能是心脏衰竭在跟你求救的隐藏指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心脏功能变差的时候，如果你整个人平躺，血液就没办法很顺利的从左心室打到全身，反而会整个塞在肺部的血管里面，让你觉得胸闷呼吸困难，所以身体会很聪明的想去垫高头部。这其实是为了减少血液回流到心脏，好减轻负担的一种行为。如果你发现有这种不垫高枕头就没办法呼吸的状况，千万别觉得换个好枕头就没事了，一定要尽快去检查心血管。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，颈动脉与心脏危机。我们来看看过高的枕头到底是怎么对血管造成直接性破坏的。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医学名词，叫做自发性椎动脉夹层，简称 SAD。白话一点说，就是我们脖子里负责送血到大脑的重要通道，也就是椎动脉的血管壁竟然撕裂了。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条有很多层的厚水管，一旦里面那层裂开了，血液就会钻进管壁的夹层里，越积越多，最后变成一个动脉瘤。最可怕的是，万一它破掉，可是会直接引发脑中风，甚至危及生命的。而把我们脖子逼到这种不自然、极度扭曲角度的罪魁祸首，往往就是你那颗太高的枕头。根据欧洲中风杂志和日本的研究资料显示，如果你睡的枕头高度超过15公分，你罹患刚刚说的那个血管撕裂的风险是睡15公分以下枕头的人的10.6倍，风险直接狂飙超过10倍。当枕头太高，你的脖子被过度往前弯，这无形中就是在死死压迫你的椎动脉，就像你故意把一根已经很脆弱的水管硬生生折弯一样，日积月累下来，血管壁会被撕裂的风险当然就大爆表了。接着是第3部分，隐形的眼睛杀手。这里要揭露的绝对是你从来没想过的睡姿跟眼压的惊人关联。有一项针对144人的惊人研究发现，当受试者把头部垫高差不多20到35公分的时候，竟然有高达67%的人眼压出现了非常危险的飙升，平均增加了1.61毫米汞柱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很简单，想象你的脖子又是一条水管，当你的头被过高的枕头整个往前折的时候，你的颈静脉就会被卡住，这会让血液回流变得超级困难。我们眼睛里面有一种维持压力的透明液体，叫做房水。当血液塞车回流不顺的时候，房水也就跟住排不出去，全部闷在眼球里面。你想想，水一直灌却排不掉，眼压当然就像吹太薄的气球一样直线狂飙。这对青光眼患者来说简直是超级危险的举动。除了眼压狂飙，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致命打击，
那就是眼血流灌注压，我们简称 OPP， 它竟然下降了。这个 OPP 到底是什么？它其实就是一股推力，负责把血液、氧气跟营养素送进你的视神经里。研究显示，垫高枕头之后，这个灌注压从原本的 58.71 掉到了 54.57， 这代表你的眼球不止因为防水排不出去而压力快爆开，同时还因为新鲜的血液进不来，导致视神经处于一个又饿又缺氧的悲惨状态。这种高眼压加上低灌注压的双重夹击，绝对会加速视神经的死亡，完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视力杀手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我听过有医生建议青光眼患者睡觉时把头部垫高来降眼压，这里有一个大家超级容易搞混的致命盲点。医生说了，垫高是把整张床的床头抬高15到30度，这样你的身体还是保持一直线的，这确实能帮助水分往下流，降低眼压。但如果你是自己拿好几颗枕头来叠罗汉，那完全是两回事。叠枕头只会让你的脖子严重弯曲，压迫到静脉，结果反而让眼压飙高。所以重点永远是脊椎有没有保持平直，而不是单纯把脖子给折起来。接着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日常眼压小撇步。其实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习惯，我们就能主动保护灵魂之窗。这里快速教大家5个有科学根据的降眼压好习惯。第一，尽量不要趴睡，趴睡会让你的眼压瞬间飙高5到6毫米汞柱。第二，喝水的时候请小口慢慢喝，千万不要运动完一口气狂灌500毫升，那会让眼压像云霄飞车一样剧烈震荡。第三，运动绝对是好事，但在做重训或仰卧起坐的时候，千万别憋气，一憋气眼压就跟住冲上去了。第四，如果你习惯侧睡，而且刚好有一只眼睛眼压比较高，请尽量侧睡在健康的那一边，因为侧睡被压迫的那一侧，眼压是会稍微上升的。最后一点就是要把睡眠品质顾好，因为一旦你熬夜或没睡好，眼睛就会失控分泌一堆防水，来不及排掉，眼压自然就高了。第5部分，找出你的黄金枕头高度，调整出最完美的支撑。因为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黄金高度当然也就大不相同。先说说习惯仰睡的朋友，当你的头躺下去，枕头被压下去之后的理想高度大概是5到7公分。你的目标很简单，让额头和下巴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就跟我们平常自然站着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如果你是侧睡派，因为肩膀有厚度，你就需要高一点的支撑，理想高度大概会落在10到15公分。目标是让你的鼻子跟颈椎从正面看过去，是一条跟床面平行的直线。至于趴睡的朋友，说真的，医学上极度不建议趴睡。如果你真的戒不掉，就选一颗越薄越好的枕头，甚至直接不要睡枕头，这样才能把脖子扭转的压力降到最低。如果你想更精准的算出专属于你侧睡的完美高度，这里教你一个超简单的居家测量法，今晚就可以试试。第一步，直接躺在你每天睡的那张床垫上，因为床垫的软硬度会直接影响你整个人陷下去的深度。第二步，请家人或朋友帮个忙，拿把尺从你耳朵的正中心点垂直量到肩膀的最外侧边缘。第三步，把你刚刚量出来的这个距离减去你的头压在枕头上会下沉的公分数，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最能完美支撑你颈椎的黄金高度。希望大家对每天每晚陪伴我们的枕头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，它不只是塞满棉花或乳胶的垫子而已，它是守护你颈椎神经心血管甚至视力健康的第一道防线。所以今晚准备睡觉前，不妨盯着你的床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现在躺的这颗枕头是真的在好好支撑着你，还是正在无声无息的伤害你呢？别犹豫了，今天晚上就动手检视一下你的枕头高度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